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G System 的一些神物哈？我们最早接代工的时候，我做了一只攻击钢弹 PG 的，结果我做了一个 IWSP， 居然合不起来。什么叫合不起来呢？就是我做无缝的时候，两片零件合起来应该这样，结果两片零件合起来是这样。那时候我就看，哇塞，这真的是无缝吗？这是无洞吧？那无洞这件事情，就会让很多人做模型的时候放弃。无论你是做小小的 HG 补偷胶啦，或者是说你进阶做大一点的 G 可以变形啦，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很严重的瑕疵，那填补呢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非常多的不同的填补材料。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阿龙做了快多久？大概3个月啦。3个月，2年是还没有。3个月把它夹组起来的这个沙地利，那它上面就有非常多的瑕疵。我们今天呢将会用各种不同的补土来说明，当我们应用在这上面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而它又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呢 ？OK，Go。那说到早期呢，我们刚玩的时候，除了田工有一个牙膏补土，我们什么都用那个补。然后后来呢，渐渐的玩久了以后呢，就比较少用那个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填补的面积有限，而且那个粒子有稍微有点粗，所以我们渐渐的呢会去找一些，看有没有一些替代品。最经典的呢就是，我们来找到了这个蝴蝶牌的补土。这个蝴蝶牌的补土呢，它使用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加这个硬化剂，然后再把这个挖出来。你一打开这个的时候啊，它有一个非常浓郁的溶剂味，会让你非常的兴奋。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的气味非常的重，然后搅拌呢你很容易过量，然后你的硬化剂呢过多过少都会影响这个品质。所以人家这个东西一开始就不是要拿来给你做模型用，那你应用当然某些时候是 OK 的，可是某些时候呢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后置，甚至粘性不够，它会整块掉下来。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没有再用这个蝴蝶牌的补土了。那再来呢，我们就会去 B&Q 特力屋买这种塑钢土。这个塑钢土一样是 ABG， 我其实不太清楚它跟这个蝴蝶牌补土有什么不一样。那它硬了以后呢，非常的硬，所以它叫做塑钢土。那你用这个来填补，你会非常的累。这个还是比较适合居家修缮类来使用。好啦，这2个没有在用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需要填补一大块面积，例如说有一些偷胶孔洞很大块，我们就会用这种 AB 补土。那 AB 补土它的特性其实它是要拿来给你雕塑的。例如说你在做哥吉拉，你有一些背鳍少了一块肉，那你捏一捏以后，你可以稍微斗上去，然后去压，去用一些棒子雕刻成你要的形状。那它来雕塑非常的好用。可是如果你只是单纯这样来填补，它有一些小小的缺点，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 A 剂也剪 ，B 剂也剪，然后剪完以后呢，手揉，然后你的那个洞还没有补起来呢，你的手就一定会先被 AB 补土填起来。那不管你是沾水或者是戴手套，那个手感都没有很舒服。因为如果你只是要来填补，就不用用到它，就是它是拿来给你造型的。你要做一个尾翼，你要做一个脸，你要做一个手指头，就可以用这个。好，再来呢，都找不到一些好用的一些东西，那怎么办？我们那时候补刻线，后来找到一些瞬间胶嘛，这种瞬间胶它里面它有含一些这种细胶的成分，有一些填充材，然后或者是这种浓度比较高的，它就可以帮你填小收缩，还有刻线超出的这种小瑕疵。那这种最浓的呢，它可以稍微帮你修饰边角。可是，一旦更大呢，如果那个瑕疵更大要怎么办？那这个瞬间胶呢，它的用途呢，也就是仅此于此。这个东西叫做相片胶。这个是阿龙以为要拿来填补的，其实这个是拿来连蚀刻片，这拿来连蚀刻片也 OK， 那它拿来填补是不行的。最后我跟你讲，我们买了一个填补界的传奇，也就是我去看牙医的时候，跟医生问说，请问你们帮我们在填牙齿的时候用的是什么东西呀？这个就是有粉末，然后有液体，然后有一些计量机，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些东西呢？用你把它调成 ABG， 然后调一调呢，它那个溶剂会挥发，然后它就会干掉，它就会干在你的嘴巴里面。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酷，好好用，所以就买了一罐。
你看所有的医疗器材，它都会有这个卫生署医疗器字号书字第011135，就是台湾的卫生署针对医疗器材是有法规的。所有的医疗器材去全世界都要通过一些法规，包含一些 ISO 认证啊，最基本的一些13485啊，然后甚至是 AS7M， 有很多的法规，所以它一罐这样填补的胶，我印象中快要2000块。那你玩一个模型，你通常不会用到一个这么贵的这种东西来填补。那我们后来呢，就找到了一个单剂的光敏树脂。它跟牙医用的某一种单剂光敏树脂是很接近的哦。它也是打下去以后，然后用 Q 病照干，它就填补好。原来那个东西就叫做光敏树脂。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世纪伟大发明呢，因为我们从以前你看这里、这里、这里，全部都是双剂，那单剂就只能填有限的空间跟材料。那再来呢？这个也是双剂，那这个单剂又可以填充这么大块的缺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没有错，它就是传说中的光固化土。那我们刚才讲光敏树脂，其实它是光固化土。那在牙医，其实他们已经应用很久了。但是你去买一罐通过13485的光固化土用在你的模型上是比较奢侈的。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60克的光固化土。接下来呢，我们实际操作它到底可以填什么给大家看。首先呢，我们来讲第一个使用的用途哈，这个是凤凰飞弹。那我觉得呢，它单体的时候单颗飞弹也很漂亮，所以有时候呢，我可能会给它单一个呈现。可是呢，它模型这里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武器挂架的洞，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光固化来把它填补起来。那填补的方式非常简单哦，你就是用刀片挖一点点你需要的量，接下来呢，你就把它压上来，然后填进去。如果这个量已经够了，你可以把多余的先把它剥掉。你看非常的轻松。等一下我们照干以后呢，就可以打磨。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二种填补范例。这里镜头可能不是很清楚，它这里有一个断层。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画黑，画黑以后，我们来做一个打磨。这个黄色的零件上面呢，它是有一个断层的，有没有？你怎么磨呢？你都磨不到这里面的黑色的这一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零件它在翻模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断差存在这边。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光固化土，把这个断层一样，我们先让它随性的粘到零件上面。再来呢，就做一个压的动作。那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刮的动作。这个刮的动作呢，就是把多余的刮掉。它上面现在呢就有薄薄的一层覆盖在上面。那因为它的断差就只有这样薄薄的，所以你就覆盖薄薄的就好了。那第三种填补范例呢，就是这是3D 列印件。常常我们会骂人家塔卡破康，这个时候真的破人康了。那我们把它挖大以后，为什么要挖大？你不要一个小小的洞在那边一直塞不进去，你直接大一点，一次填多一点就好了，就很轻松。这最好操作的地方就是你刚才多的还没照干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剥掉，达到一个最小的打磨量。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很伟大的作品，或者是很厉害的作品，结果你近看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翻模本身就已经有的瑕疵。那这个时候有这个瑕疵在不好看，我们现在一样用刻刀先增加一下这个土等一下的接触面积，然后这种瑕疵有点类似刻线加深，只是它比它更明显一点，一样也可以用这个去修补，非常的轻松你就这样刮上去就可以了。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理想上是一个垂直的直线，结果你发现这里奶雷它陷下去了。那陷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多的呢先切掉，这里多一块小肉，然后这边呢这个方向它也多一点点。那都切掉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角落它是陷下去的。万一你的模型真的有一些这种缺角的状况，我跟你讲，那你就让它缺大角一点。为什么这里要给它缺大角一点？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接着我们准备这个遮盖胶带，12张。这种东西哦，就是很随性的，就可以让你把事情做好。这里先贴一张，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等一下这个光固化不要粘在这边，会很难处理嘛。再来这边，然后呢，这边稍微压一下。好，那你刚才这里陷下去的这个角落，你现在呢就可以把它这样压一块上来。这时候呢，其实它的厚度已经够了。那为了等一下比较好处理，我们甚至可以在这边剥除多余的。另外这边也是压剥除。你们看这里有一个隐隐约约透明的东西，就是已经被填补。那它最后呢，可以填补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就算是5mm啊，或者是1公分，1公分你可能就是阶段性填补。那像这种脚底板啊，这是重武装的头胶，当时 Kobe 没有补，还被偷抽，你就可以把这些光固化全部压进去。然后你看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压进去以后，你可以把不要的刮平，再压。再刮，然后甚至呢，这里可以做一点微调整，因为这一款我们设定是填补型，之后呢，这种填充型就是可以捏塑的不同的类型。那你看这个填补就非常的方便。第一个，我不用沾到我的手上面都是胶，因为我现在都靠这个金属工具，这边多的就把它刮一下，然后这边不够的呢，我们就再补一点点，非常的简单，压上去，刮平。就这样，那当然你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一次到位，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可以反复的再加上去。就算你照干以后再补薄薄的一层也是 OK 的。所以就连这种偷胶呢，它都可以一次性的处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把它照干。那记得一定要戴这个防护眼镜，因为紫外光它的波长会伤害我们的眼睛，所以基本上就是带着这个操作比较安全。然后这一款 Q 鬢呢，它是一次可以2颗的。如果你要一次照，你看你在照的过程呢，这个刚涂上去透明的这个东西呢，它会慢慢的白化。那每次照呢，以我的经验这种这么薄的，它是不用超过30秒的，然后它就会完全呈现一个白化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你大概照个20秒。左右，你就可以用手去摸看看，它是不是还软软的，还是不是抠得动？那如果还有一点点软软的，我们就再继续把它照一下，然后在心里面默数10秒，因为刚才已经照了20秒了，10、9、8、7、6、5、4、3、2、1 ，OK 了，它就进入了一个已经可以打磨的状态。好，接下来就可以下一位。它这个涂的好处呢，就是你看，你刚才磨好。现在可以全部一次照，然后每一次照呢，大约就是20-30秒。你看照的时候，这里就变白了，有没有？这里就会稍微白一点点。好，那这一个呢，就是刚才它个破康的状况嘛，然后你也一样，就让它来照。那大家记得在照射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1分钟，因为它在这个干燥的过程是会产生热。那你一直照射，你旁边的塑胶如果有些收缩或者有一些胶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所以每一次呢，反正就是20秒到30秒。基本上你看这个图啊，它现在已经变成白色了，就是已经固化了。如果真的没有固化，你到时候在打磨的时候再照一下再磨就可以了。好，这个头好了以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凤凰飞弹。你看照下去的时候，这个图。你看表层，它会自己先变得比较已经没那么透明，然后慢慢的会从里面颜色会慢慢的越来越白。那像这种厚度呢，一次性的填补是没有问题的，就一次就可以把它填起来。那每一次呢，一样就是等待20秒到30秒，它就可以进入一个打磨的状态了。好 ，OK 了。你看这个时候你用指甲去抠它。你已经可以听到那种咔咔咔咔咔，而且这个附着力很好。好，再来就是偷胶的部分，这里就可以双管齐下，你就可以一次照2个。那你观察它被照到的地方，
跟没有被照到的地方，其实去看它的变色会有很明显的变化。那你超过5mm，你再分段照就可以了。像这种3mm以下的，我们都一次填好，非常非常的方便。连以前这种胶底板补透胶啊，我们在那边捏 AV 图啊，你还在捏的时候，别人就补完了。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目的要填补，那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填补的材料。那接下来呢，这些东西都可以去打磨了。首先呢，我们看刚才要填直角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就拿这个打磨超级棒硬的这一款，你看随便磨几下，它就已经快要平了。这时候我们故意把它凸出来，你到时候把这个尖角切掉就好了。那我们磨没有几下就完全平了，你到时候这里就是会有一个立体挺的一个面。那其他的呢，你看这种飞弹的也是，如果你觉得400号的不够力，你可以用320的。其实我是觉得400就可以了，非常的快速神速。你看，这已经完全填好了。那这个塔卡帕吉康的部分，因为它是不规则的曲面，我们就用这种海绵砂纸，先做一个概略的一个打磨。你看，那个洞现在也已经不见了。你看哦，我们填补这么多个零件，磨这么多个零件，你可能还在捏 AB 补图的时候，已经修好5个，你知道吗？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1分钟有60秒，而分分秒秒，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时间不只是金钱，时间是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花费在一些填补，结果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补一个东西补了1、2年，我们只要补1、2分钟，这个生命慢慢的磨好，慢慢的消耗，花朵就会枯萎，人生就会黑白。所以，好，选对这个填补材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这些填补的成果。所以呢，透过刚刚的使用范例，它可以用在人形的修补、军事套件的填充、填补一些透漏的一些零件，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有效的填补。再来呢，就是说这一支啊，它上面就是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收缩啦，各种崩角啦，各种刻线超出啦，各种形状上的缺失，它都可以拿来填。甚至可以直接用它做出一个形状。我们现在马上做一个形状给大家看。好，例如说这个 AV 马雷猴的这个水晶颜料，它的头本来是平的嘛，然后呢，我们想要让它变得尖尖的。当然，没有人会这样做了，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们的意思只是说哈，如果你在玩 GK 的时候，那一只怪兽少了一个肉，而且少这么一大块。这么大块哦，这样已经很大了。那它到底能不能固化完全呢？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已经把它弄成尖尖，像芦笋，而不是像子弹头。毕竟这一款它不是这个雕塑型，它是填补型。但是即便你拿来做一点这样子的效果是 OK 的。好，你看，哇，你看它会沁烟有没有？那这只要会冒烟的东西都要注意排风。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它本来透明的状态呢，它现在就会变成比较白化。大家拿1颗出来做实验就会很明显。所以当你需要这么大空间的填补的时候，它也是可以完全干燥，然后硬化。你看，它现在是硬的，非常的轻松简单。那还有一种非常非常浅的这种收缩，老哥这种用瞬间胶就可以了。透明瞬间胶都可以补起来，这种就不用用光固化。那这一款光固化补土的第一款，我们着重的就是填补的能力。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你希望它有塑形的这个功能。那填补跟塑形这是2件事，这是分开的。如果这一个产品呢可以卖得不错，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跟这个 Forsen 看能不能推出其他更多的选择，让大家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然后迅速、快速、有效的做出心目中想要的作品。拜拜。
小江老师你在干嘛？补上瘾。上次那个水电来有没有？这个洞给人家钻错了。然后我们现在只要有土，全部都可以补。哎，这超快的，你看，我这样刮一刮，等一下再用马雷吼上一下色，就完成了。肯定，你头过来我看一下。这样。等一下吧。不要吧。